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南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，南瓜给我们的印象是甜甜糯糯的，非常的好吃。殊不知普普通通的南瓜，它具有很多的营养价值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南瓜的养生吃法，比吃补药还要补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准备一块南瓜，南瓜也被称为金瓜，有着软糯香软的口感，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之一。不管是直接蒸煮，还是炖汤炒菜都很美味，老少皆宜。而且南瓜营养丰富，其膳食纤维含量较高，脂肪含量较低，属于低脂食品，含含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、蛋白质和氨基酸等营养成分。南瓜皮比较硬，口感不好，所以我们先将南瓜皮给削下来，再将南瓜对半切开，把南瓜瓤去除，里面的南瓜籽可以将它洗干净之后炒着吃，也可以放到太阳下面晒干直接吃，都非常的美味。接着再将南瓜切成片，厚度适中就可以，不要切得太厚，太厚了不容易煮熟，切得太薄了就会把南瓜煮化了，口感也不好。全部切好放入盘中，接着再准备适量的红豆。红豆就是红小豆，也叫饭豆，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味五谷杂粮之一。红小豆所含有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，它不仅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、钙、磷、铁以及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2、皂角带、盐酸等，而且其中所含有的蛋白质比大米、玉米、高粱米、小麦、大麦、燕麦和荞麦等荞类高出2到3倍。特别是红豆中所含有的18种氨基酸，也和豆中之王黑豆一样，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都含有，而且红豆做出来的食品更加香甜可口。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豆。准备好的红豆将它清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灰尘杂质。洗干净，加入清水浸泡着。再准备适量的黄豆。黄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干货食材。黄豆已经大量上市了，很多黄豆都已经成熟了。黄豆里边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维生素、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B 等营养元素。尤其是对于年龄大的朋友来说，每天多吃一些黄豆，对我们的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。黄豆被认为是相对廉价和产量大的蛋白质来源，由于蛋白质含量丰富，因此在各地都广泛种植。它可以用于生产豆油、豆奶、酱油、豆腐、酸奶、豆粉等豆制品。好的黄豆籽粒饱满、整齐均匀，没有霉变，没有碎粒，也没有虫眼。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，只有买到好的黄豆，它的营养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。准备好的黄豆同样将它清洗干净，洗干净和红豆放在一起浸泡着。接着再准备一把红枣。红枣大家应该都吃过吧，吃起来枣肉细腻，香香甜甜，而且红枣的营养价值比较高，可以在饭后当零食来上几颗，也可以煮粥或煮汤时当配料。各种各样的吃法有很多，红枣煮粥、红枣泡茶、红枣泡酒、
红枣煲汤、蒸红枣、红枣煮蛋等，这些吃法可以最大保持住红枣的养分。接着再将红枣剪成小块，顺便把枣核去除。剪成小块之后，红枣的营养更容易释放出来，而且红枣核比较燥热，是不能煮进汤中的。现在将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，再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要一次性加够，中途不要再加水。然后将它们熬煮上40分钟。喜欢吃软烂的，可以延长熬煮的时间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时间到之后，这道南瓜红豆粥就做好了。做法简单，香甜可口，而且营养丰富，滋补又养胃，是一款不错的营养粥。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喝。现在每天早上起来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煮上一锅南瓜，热气腾腾的。冬季吃南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们还可以根据个人口味，选择不同的做法和食材，为南瓜增添不一样的风味，让它更加的美味和营养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